大家好，我叫古精灵，大家可以叫我灵儿。我今年10岁了，我是从3岁半开始学习舞蹈，学习中国舞已经有3年了。在疫情期间，我也是通过网课的方式继续练习舞蹈。老师说可以把舞蹈作业传到网上，所以呢，这时候我妈妈就开始发一些小片段到网上。他会诉说挑战的文化，月色映他雨里盛夏。有带着笑容，我却封锁。就因为这样，我得到了大家的关注。很多人都说我是仙气女孩，其实我并不是什么仙气女孩，仙气的是中国的传统文化。我喜欢舞蹈，也不仅仅是喜欢它优美的肢体动作，更喜欢它承载着的深厚的文化。妈妈一直这样说，妈妈希望你能在跳舞的过程中一直保持你的正气。今天我来到中国少年说，是为了跟大家分享，为什么几千年过去了，中国舞还能得到大家的喜爱。大家好，首先我们来看一段视频。没错，视频里的人就是我。这是我平时在家练习舞蹈的时候，妈妈把我的舞蹈记录下来并发到网上。当时我穿着淡青色的国风服饰，沉浸在古典舞中，一时间引来许多网友的关注。我被各大媒体冠上自带仙气的小仙女的称号，大家的评论也是想要这样的闺女。其实呀，我并不是什么仙气女孩，用妈妈的话说，我平时皮着呢。我能得到大家的关注，是因为我们中国人刻在骨子里的那份对中国传统文化美的认同，从不曾改变。我想大家一定都想知道中国传统文化美在哪里，这时候就需要我3位特别好的朋友上场了。嘘，告诉你们一个秘密。他们3个人的年龄啊，都比我大多了，最大的几千岁，最小的也有几百岁了。但是他们有一个统一的名字，就是中国古典舞。我从3岁半就开始学习舞蹈了，起初学的是芭蕾，但后来我发现中国古典舞的那种东方特色的美，我更加喜欢。所以6岁半的时候，我认识了一位新的朋友，他就是深韵古典舞。它可不简单呢，它是中国古典舞的精髓。来，大家想一想，中国古典女生应该长什么样子的呢？是不是一张鹅蛋脸配上标志的丹凤眼？不管是五官还是脸型的线条，都特别流畅轻易，整体有一种飘然欲仙的感觉。你们说美不美？深韵古典舞呀，深即身法，表达中国古典舞外部表现技法；韵即韵律，表达中国古典舞的内在气韵。真韵教学法对外部形体动作的要求就是神形俱备。我是跳了古典舞之后才发现自己非常幸运，因为长得像古画上的小人儿。
所以更容易让别人感受到古典气氛。除了长得像古画上的小人，还要靠不懈的努力和学习，让自己变得神形兼备。跳古典舞呀，必不可少的就是千变万化的法器，有名垂千古的反弹琵琶，有婀娜多姿的扇子舞，还有一招一式英姿飒爽的剑舞，灵动飘逸的秀舞。跳古典舞的人都说，道具就是舞蹈的法器，我也不例外，我也有我自己的法器。这里就免不了介绍我的第二位朋友汉唐古典舞了。来看鼓，没错，这面鼓就是我的法器。汉唐舞独有的盘鼓舞，画中人将盘和鼓放在地上，在盘和鼓之上纵、跃、腾、踏，敲击出有节奏的鼓声，还要在空中完成许多高难度动作，这对于我来说是挺难的。我觉得最难的就是人和鼓之间的互动，为此我也练了很长时间，稍有偏差就会摔倒，老师一直小心翼翼地保护着我，到现在我都还没有因为盘鼓舞而受伤。我的第一位朋友和第二位朋友可就不一样了。第一位朋友身韵古典舞的形态是拧轻的，是螺旋向上的。第二位朋友汉唐舞的基本形态是斜塔，是一种失重状态下的倾斜流动，比如说长虹贯日。这个动作就是处于非平衡状态下完成的。又像蝎子钩、丹凤一尾这些动作，每次做这些动作我都感觉自己是一名武将，有一股英武之气，大侠风范。我要不给你们跳一段？你们说飒不飒？我觉得呀，跳古典舞就像交朋友一样，每一支舞都有惊喜。幸运的是，我今年又认识到一位新朋友，那就是敦煌古典舞。我觉得呀，敦煌古典舞是非常神秘的。第一次接触敦煌是通过壁画，我觉得壁画好像有一种牵引力，深深地吸引着我。敦煌是古典舞的主要流派之一，是以莫高窟为蓝本和参考基础而演化而来的。你们看，这个动作是具有代表性的敦煌经典动作，叫抬腿起飞式，是来自具有代表性的洞窟莫高窟第112窟。大家看形象吗？画中反映的是鸡月菩萨载歌载舞的情景。我第一次看到这幅壁画的时候，真的惊呆了。这不就是大诗人李白口中的“素手把芙蓉，虚步蹑太轻，霓裳夜管带，漂浮升天行”吗？鸡月菩萨的姿态尽显妩媚，像是活了一样。不，敦煌壁画本来就是活的。这一幅幅刻画在石头上的画并不是静态形象，它们是有神、有韵、有灵、有血、有肉的。根据最新统计，敦煌从4世纪到11世纪共保存洞窟735个，载塑3000余身，壁画45000平方米左右。要是几个动作就能连成一支舞，那这些宝藏能跳出多少支舞呀？我不敢想象。有人问，你会一直跳下去吗？我想说，我会。古典舞告诉我们，自古以来，我们就是如此美，告诉我们怎么去展现美，告诉我们脚下这片土地孕育出的怎么样的辉煌文化。我们中华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，在长期持续的发展中，我们形成了一种传承有序、
生生不息的精神。我会跳好每一支古典舞，发扬并传承我们中国独有的文化艺术。我会勤勤恳恳，研其身，学其精，传其道，让大家在润物细无声中感受到中华文化独特的魅力。我是中国少年古精灵，感谢大家听我说。好棒，好棒，好棒，好棒！真棒！你带来这么好看的舞蹈，能不能也教我们几下啊？可以呀、这是简单一点的哦。好，那我就教老师丹凤一尾怎么样？可以。你看哈，手先摆到这里，这样是吗？对，他这一手这样，脚踏步，踏步，点地，好，好看吗？好看吗？平时呢，这个装扮是怎么？谁来帮你做呢？大部分时间都是我妈妈来帮我做的，去帮我学了衣服的设计，然后还有妆面之类的，她都学了。妈妈太厉害了，我们给妈妈鼓鼓掌。我们看到精灵呢，对中国古典舞特别痴迷，是不是？对，为什么呢？一是因为我觉得它能让我感到非常开心，我会有收获成果，把这个舞跳好的那种感觉，非常好的那种成功感、喜悦感。还有呢，就是爸爸妈妈特别支持我，比如说有时候我跳舞跳得特别累了，然后爸爸说：“这样吧，闺女，你当我和妈妈的老师，咱们一起来跳舞。”爸爸也跳啊？对，爸爸和妈妈都一块来。然后呢，老师也是每次都小心翼翼地保护着我，因为我妈妈把这份信任交给了老师，老师就觉得一定要把我带好。老师第一次给我上课哈，他不知道我的上限和下限在哪，就是你究竟能够完成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，会一点点慢慢的给你来加码，是不是？先问你最高能到哪儿，我说非常疼，然后老师说好，那我们今天先降低一点，明天我们再高那么一点点。所以说，老师呢还是要在保护你们，对不对？一定是在不能受伤的情况下来练习舞蹈，对吗？我特别谢谢老师，